全景相机这个设备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本来我觉得市场太小，除了一些特殊产业有需求，别的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想要买它。但是显然事实不是这样的。Insta360 公司这个全景相机的出货量大的惊人，收益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你看他们年会上都抽的是什么东西，对吧？这公司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我就很好奇，你买这种相机的核心理由是什么？我个人之前买它主要是为了做视效采集光照信息，最近的话稍微变了一下，我会用它来探索 Vision Pro 的观看体验，看这些全景的内容，也会用在我们公司的综艺节目之上，这样构图方便一点。那 Insta360 显然已经在全景市场站住了阵脚，到了这第4代全景相机，你就可以明显看到，相比做一些特别夸张的噱头的功能，他们反而把研发的重心放到了全景相机存在已久的一些问题上面，比如这个导出平面视频画质不够，镜头容易划伤，构图复杂，使用成本高，这些过去棘手的问题，居然真的在 X4 上面都被他们找到了一些解法。那这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便携全景相机吗？算是。那它值得买吗？一起来看看。相比 X3、X4 在体积和重量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那机身内部最占体积的主要就是这块电池，取下来就是，对，你看，只要这样一抠就可以拿下来。那相比上一代的1800毫安时，这一代升级到了2290毫安时。那同时这也意味着上一代你买的这个电池，这一代就不能再用了。那存储卡槽设计到这个上一代是一样的，你看在这里面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取出来。但是你想一下，你每次换卡，你得先把这个电池拿掉才能去换它，我觉得不算是一个最好的体验。那背面设计从过去的纯平，现在变成了这样具有沟壑和纹路的样子，还是挺硬核和运动风的，特别是沾了点水的情况之下，质感还是挺不错的。拿在手上的握持感，现在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结实一些。外观上最为明显的变化，应该就是正面的这块屏幕，从上一代的 2.29 英寸升级到了现在的 2.5 英寸，稍微大了一点。那我觉得尺寸倒不是最大的升级点，现在整体界面的流畅程度以及 UI 的响应速度，相比上一代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 UI 界面一个最史诗级的增强，是我之前一直提的，频道里面有说过，就是假如你横着拿这台相机，以前是不会横过来有个界面的，但是现在 Insta360 终于给它做上了一个横屏的显示，不会像在 X3 那种横屏想要取景的时候，整个界面还有你的人都是横躺着的情况，非常恐怖。那现在操作逻辑方面还是大体保持不变，非常直观，只要接触过运动相机，那你基本上可以很快上手。那只不过和常规运动相机不一样的是，它有360度全景的模式，2个镜头都用，还有一个用单独镜头的单镜头，让你来拍一些常规的2D 视频。你可以通过触屏快速的切换这2个模式。那在全景模式之下 ，X4 现在支持通过触屏的方式来预览这个全景的构图，不像上一代你需要先按3下再来拖动整个屏幕。那不过系统层面，我们现在用下来也发现了2个拍全景的时候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使用这个 Pure Shot 拍摄7200万像素照片的时候，这个照片的画质真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你在拍的时候，你相机会有个5秒钟左右的机内降噪还有优化的过程，所以当你按下这个快门键之后，在这5秒钟的时间里面，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不管是继续拍照、回放、切换模式，都不行。你可以选择不使用 Pure Shot 降噪，这样文件写入会快很多，但是相对来说整体的画质会有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另外一个在这台相机上我觉得不算特别大问题的问题，就是当你按下录制键以后，你会看到屏幕里的画面会有个明显画质下降的过程，这个噪点、锐化、锯齿都会起飞，但实际录制出来的文件是没有这些问题的。那原因就是在录制的时候，相机需要同时处理录制流还有预览流，那受限于芯片的性能，这个预览流就无法做到降噪的优化。在其他相机上我会说是一个非常难以忍受的问题，这个所见非所得，对吧？但是这是在一台全景相机上，拍摄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你也不会去看这块屏幕，因为相机很有可能是被你这样拿着，距离你有几米的距离。
过去全景相机镜头保护一直是个难题，那这一代 X4 你会发现镜头边缘有了一个类似于卡口的这么一个结构，现在镜头保护镜可以通过这样，你看一个螺旋的方式来固定。那除了这个标准的保护镜之外，Insta360还有个更加高级的保护镜，会更加耐磨一些，对画质的影响也会小一点。这个保护镜大部分情况用着问题都不大，但是有2种情况是你需要注意的，有可能需要拿掉。哪一种情况？假如说保护镜上面有这些指纹或者灰尘附着在上面，那逆光情况之下，画质的损失是非常明显的，你绝对可以感受到。那另一种情况，因为保护镜和镜头的连接它并不是密封的，否则会有起雾的可能性，所以官方不推荐在水下场景去用它，不然的话你会看到一个被水淹没的画面，会有点抽象。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团队还是更多把这个保护镜当成一个镜头盖来用，真的拍的时候拿下来，然后一拍完立刻给装回去。但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在这里面再给卡上一点沙子，不然很有可能会一次性把你的保护镜和你的 X4 一起送走，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传感器，这我是觉得有一点遗憾的。这一代 X4 依旧使用的是2块1/2英寸4800万像素的传感器，和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由于处理器的提升，全景视频的录制倒是从上一代的 5.7K 30帧升级到了现在的 8K 的30帧。那 5.7K 60帧还有 4K 的100帧现在也都可以支持。它也仍然支持7200万像素的这个图片拍摄。那你可以感受一下 X3 和 X4 全景视频画质的对比，我觉得看下来进步还是挺明显的。过去像一台 4K 的全景相机在导出一个常规视角的2D 视频之后，这个视频的分辨率最高就只有 1080p 了。但现在 8K 的 X4 你导出来之后，可以做到830万像素左右的 4K 的2D 视频，那你放到单眼分辨率1150万的 Vision Pro 上面播放，那说真的，我们看起来距离吃满它还是差点意思。但是说真的，论这个清晰度，比之前的 X3 还是要好了不少。那除了导出分辨率更高这一个好处， 8K 也给了后期更多的裁切空间，你可以做一些更大范围的裁切运镜，这都还是挺不错的。那除了全景下的常规视频之外， X4 在其他记录模式的帧率也有一些提升。比如这个全景上我很喜欢的子弹时间模式，现在也从 4K 120帧、3K 180帧变成了 5.7K 120帧和 3K 的240帧。那过去的子弹时间配件怎么说呢？有一点恐怖，它更像是个横着甩的悠悠球，用起来不是一点危险。那后来新出了这一套子弹时间的配件，它相当于是由自拍杆和子弹时间手柄组成的一个结构，甩起来会安全不少，毕竟是个硬的结构，不会再容易把这个相机甩飞，也不会出现砸到你女朋友，对吧？这个体验还是会阳间一些的。那除了全景模式之外，还有这个从上一代我就很喜欢这个单镜头模式，我觉得必须要讲一下。现在从 4K 30帧升级到了 4K 60帧，但当时我提出过一个点子，就是这个相机你这样竖着拿来拍你的横屏视频，实际屏幕的利用率非常之小，很麻烦。然后我说 Insta360 你能不能做一个横过来，然后按这边这个按钮来录制的这个模式？但最终他们似乎听取了这个建议，现在真的可以这么做了。所以说你看，它和 Pocket 3的镜头前后旋转是完全不同的2种解决方案。它这个更像是在用一个手机，你可以做的就是我和人对话，边拍别人，然后我切换一下，立刻切换到我自己继续来拍。那你会说，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用手机拍？那答案就是它的前后画质相对来说是统一的，而且因为可以使用陀螺仪数据进行防抖，所以看起来画面可以边走边拍，影响不是很大。那像这个侧面的 Q， 除了支持录制之外，你还可以用来切换前后镜头、切换录制模式，这也都可以。但是在录制状态之下，你还是不能通过 Q 键去切换这个镜头，你得先停止录制，然后再来切换。我只能说还是有一些优化的空间。那另外单镜头模式之下，你有这个自由比例录像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屏幕上会分别显示横屏还有竖屏的这个构图参考线，方便你拍摄不同平台的内容。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喜欢在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的朋友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实用的。那 OK， 现在我们来说 AI， 主要这个词已经被说的太多了，就是万物皆可 AI， 尤其是各大相机厂商所谓的 AI， 我一直觉得很玄乎，他半天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东西。那 Insta360 也是 AI 所谓的先驱，一直在强调这个功能，他们更是在硬件层面加进去了一块5纳米的这个 AI 芯片。我个人一直对这类操作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我认为噱头会大于实际，但是客观来说用下来，这次 X4 真的在一些 AI 功能方面让我有一点震撼，还不错，应该是第一台在我心里面认可的 AI 相机。和 Ace Pro 上的策略一样， X4 相比 X3 砍掉了 Log 的选项，只有了一个灰调模式。那 Insta360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直出这件事上面，通过它的 AI 来做。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包括我自己，现在已经很少会在这种小型设备上拍摄 log 了，因为年纪大了，就发现我只想快点分享，我并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调这个画面，把它变得稍微好这么一点点。那现在借助这块 AI 芯片的算力 ，X4 可以获得更多画面的明暗细节，对于画面动态范围还有肤色的调教都会起到一个帮助。那相比 X3，你还是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这块芯片的作用。那除此之外，这块芯片更多的优化，现在我觉得都放在了交互上面。比如说语音识别这个功能，其他品牌相机几年前也都有，但是对于全景相机来说，语音识别就不是一个最优解。你想象一下，当你在人群之中挑着这个延长杆，然后看着这个全景相机，你要开启录制，你需要大喊开始录像这样才可以。但这个有点恐怖，对吧？你也不会敢。那1330说没问题，这个好解决。X4 我们现在支持了更加厉害的手势识别功能，它现在这样就可以拍照，这样就可以录像。并且这个手势识别的距离和角度，我们用下来发现真的很刁钻。你在这里这样用，你在这样用，它也都能够识别到。只不过它目前还没有一个这个功能挺重要，就是它没有一个识别主人公的能力，它不认主人。所以将来怎么说？就是假如说你在路上走，看到有个老哥举着它，只要你一看它有这个纹，见证它是 X4，对吧？你只要挤到面前，你就可以停止掉它的录制。会有点抽象，但总的来说，手势识别这个功能，我觉得你得亲自试了，才会意识到它的精准度有多高。这是我会给很高评价的一个功能。那一定程度上，我过去不愿意用全景相机的原因，就是相比常规的视频，你还有这么一个构图的行为，相当于你在后期要重新拍一遍你的片子，之后构图好了还得再剪，就有点繁琐。那1330也很清楚这个痛点，也知道这个问题的解法基本上只有 AI。所以现在你可以开启机内的 AI 高光助手的功能，在拍摄结束之后，相机会自动在它认为精彩的地方打上标记点。那只能说它不一定完全对，但是确实，只要你有一些激动的表达，它是会帮你打好这些标志的，所以省去了一些后期筛选的成本。那前后2个镜头的画面拼接，一直是全景相机努力克服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 proximity effect。什么意思？毕竟它不是完全叠在一起的2个镜头，所以当你靠到30厘米或者20厘米的地方，你这个中间的地方就会断掉，所以常规方式很难做到完美的拼接。那现在1330软件里面增加了一个 AI 拼接的选项，在这些场景，比如说建筑物这种 AI 可以猜到的内容的时候，它可以拼得非常无感。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就是你不能指望把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脸放在这2个镜头的盲区里面，然后指望 AI 把你的这个男女朋友的脸给拼出来。这个有很大程度会进一步加剧你的情侣之间的矛盾。收音方面，因为全景相机很多时候是放在延长手柄上来用，所以假如你想要一个清晰的人声，外置麦克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必要的东西。那 X4 比较好的一点是它可以无缝的和友商的这个大疆 Mac 2连接，不需要任何的配件，直接啪一下配对上就可以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续航在我们的测试下 ，X4 在 8K 30帧的情况之下，坚持了74分钟直到没电。但在屏幕常亮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它在33分钟的时候会进入到对应的过热保护。但就像前面说的，对于全景相机来说，拍摄时候的监看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所以如果你怕过热的话，可以把这个屏幕关掉再来使用。那在充电方面，通过 Type-C 接口50分钟左右可以充满整块电池，并且相比上一代，现在支持了电量100%的显示，这对有电量焦虑的人来说会是一个好一点的消息。上一代真的很奇怪，它不显示电量，真的很离谱。这一代就没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时点，全景相机的画质还有易用性，我觉得都已经到了一个还挺不错的阶段。你问我愿不愿意用，说真的，我觉得我还是挺乐意去使用它的，尤其是最近用 Vision Pro， 我真的还挺喜欢用它拍了以后，再戴上这个眼镜，再去看一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我比较怀念的。但总的来说，就是如果苹果有一天能够出个更便宜的 Vision Pro 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功能才会在真正意义上普及，这才是全景相机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我之前一直想表达一个观念，就是全景相机是世界上很少有的能够同时保留完整的空间和时间的一种设备。就是常规相机只有一个视角，但是它你可以后期再进去，发现你背后还有人在对你笑着，这是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用全景相机的方法反而不是它的最大的大招，但是等到这个新一代的 Vision Pro 上来，也许我们就有机会用新的方式来使用这样的相机。所以这就是一次 Insta360 X4 的体验全部内容，你可以讲讲你会用它拍什么东西，想做什么。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转给你想要尝试全景相机的朋友们看一看，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么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